2025年3月，美国白宫官网刊登了一则雄文：50天50场胜利，特朗普总统为美国人民做出贡献。文章细数了川普上任50天烽火连营的卓越成就。此前的白宫著作还包括处处赢、赢如潮水、永远赢不麻。3月4日，特朗普 2.0 首次国会演讲，川普宣布自己的首月成就史上第一，排名第二的是谁呢？国父华盛顿。16号，欧洲议员拉斐尔呼吁收回自由女神像，白宫新闻秘书直接贴脸开大，提醒这位低级政客，正是美国才让法国人不用说德语，要感恩。1周后，大象月刊主编爆出他被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意外拉进群聊，目睹了白宫讨论打击胡塞武装的全部计划。群友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情报总监等数十名白宫忠臣。大家好，我是被西边的太阳晒出工伤的星辰啊！自从川普上台后，每幅画风突变，都说现在是美利坚朝鲜化，大错特错，分明是半岛化呀！你看左边是南朝鲜，人人想送总统进监狱深造；右边明显是北韩，弹射鼓掌，总统恩情还不完；中间的走廊就是三八线。但乐归乐，现在问题来了，川普上台前放话防移民、促经济、削开支，24小时结束俄乌。距他上台已经2月了，到底成功如何呢？转发加3连，这就是赢。听特朗普说。Donald J. Trump of the state of Florida has received 312 votes. You have to be thankful. America is back. 川普上台前美国基本是经济有点疲惫，债务有点翻倍，工业有点荒废，民生有点破碎，物价有点小贵，总统有点爱睡。于是一上任，首先是削减预算。2月7日，川普一纸行政令关停了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一招上砍大量经费黑手，下斩各路知人走狗，让美国每年立省数百亿援助经费。更可喜可贺的是3月15日，美国全球媒体署被列入总统认为不必要的联邦机构，冻结资金。当天约1300名员工被邮件休假。介绍下，该机构旗下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和自由欧洲电台等，号称美国喉舌。据川普任命的特别顾问爆料国际媒体署已经不可救药，罪行包括传播美国敌人的观点，还有花2.5亿美元在华盛顿租了个没有广播功能但拥有26个会议室、全套真皮家具、铺满意大利大理石，外加室内瀑布的大厦。明面上在搞媒体，背地里在当慈禧。2025年他们的联邦预算9.5亿美元，这一下也省了。然后马嘎又问了，其他吃干饭的还能不能开？川普说能。从2月开始，农业部、内政部、财政部、退伍军人事务部、林业局、国税局、疾控中心近1万人被解雇，约7.5万人接受白宫提议，预计秋季自愿离职。够不够？还有呢！3月11日，川普钦点的教育部长琳达大手一挥，裁员计划启动。计划公布当天，就将4000多人的教育部裁了一半。还有科研经费也得砍。3月的短短2周，哥伦比亚大学被砍掉400多项研究基金，包括哈佛、约翰斯霍普金斯在内的全美数十家大学因联邦拨款暂停，纷纷裁员增效。甚至连美国核安全局也被迫向社会输送了超350名人才，包括管理核废料的人员、组装弹头的工人。然后法院赶紧出面阻拦，别开了，再开下去要出乱子的。果然嘛，也许是发现别人开了要钱，这岗位开了要命啊！1天后，能源部代理局长紧急撤回裁员决定，只开了50个文职适才香希尔回来上班吧。但效率部确实效率高因为裁员属于即刻生效。被解雇员工当天不准进入办公室，且联邦邮件账户直接被锁，联系他们得花点时间。你这图啥呢？图9辱吗？众所周知裁员越多，返聘越多，返聘越多，裁员越少，所以裁员越多，
裁员越少啊，这套降本增效小妙招，我老东家看完都得竖大拇指啊！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省钱效果咋样呢？答：如省。好消息是2月美国财政收入2960亿，比去年同期增长9%。坏消息是2月财政支出6030亿美元，创下新高，比去年同期增加400亿。同样破纪录的还有3070亿赤字，对比1月的1280亿直接翻倍啊！原因很简单呐，2024年美国财政支出6.75万亿美元，每年对外援助的680亿仅占支出的1%。至于基层员工工资，那能有几个钱呢？而占联邦支出75%的国防、医疗、社保、美债利息、退伍军人福利都在涨。什么？美国白宫已经宣布全方位无死角的赢了？好吧，那当我没说啊。而就在马斯克在美国内部四处查账之际，媒体也在查效率部的账。我只能说，马部长的省钱法则你们打死也想不到，大道至简，改数据啊。比如效率部在官网列出一堆收据后宣布，哎呀，我们终止了海关执法局一项合同，帮大家立省85亿。但不懂事的媒体审查收据后发现，怎么图文不符呢？你们猜猜实际节省了多少？800万呢！效率部赶紧解释啊，这是拼写错误，早就改了。但随后美联社又根据效率墙上公布取消的2300份合同账单明细一一核算，发现其中40%的合同1毛钱都省不了，甚至还有全额付款后身为甲方的政府主动毁约做慈善的行为。好消息是，现在效率部已经不公布省钱明细了，只公布省钱总额，查账校赚之苍苍表。经常当总统的都知道，改革嘛，难免阵痛期啊，省钱这事儿要慢慢来。但是呢，竞选承诺的爱泼斯坦名单和肯尼迪遇刺档案呢，这俩更抽象。2月27日，美国司法部在官网公布了爱泼斯坦的首批文件。司法部长邦迪表示，要坚决揭开爱泼斯坦案令人恶心的面纱。结果呢，公布的文件长这样啊，满屏的黑色马赛克。都是黑幕，确实恶心。受害人名单整页涂黑，这倒合理，但联系人也大段涂黑。所谓恢复的证据半黑，总共200多页文件黑了100多页。官方解释是保护受害者隐私。唯一不黑的只有爱泼斯坦的飞行日志和几年前就被泄密的边角料。这也侧面证实了此前网上流传的文件的确真实。不是姐们儿，伟大总统特朗普有没有教过，文件里一定要有文字啊？搁这玩刮刮乐呢？没活你学星辰来段快板啊！这下不光妈嘎在骂，连共和党内部也公开声称此次公布令人失望。然后司法部长邦迪果断把锅甩给 FBI， 称都怪 FBI 扣留了数千页文件，没有把富豪政要名单给他，责令周五早上所有文件必须送到办公桌。等到了周五，邦迪确认了 FBI 交付了一卡车文件，宣布详细报告即将发布，然后就没然后了。川普草台班子一样的白宫忠臣更是抽象，这就是最近爆出的大西洋月刊主编杰弗里被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误拉进内阁群聊的离谱事件，而起因仅仅是名字类似。原以为是骗局的杰弗里在群里潜伏数天，直到目睹了国防部长提前数小时分享了美军打击胡塞武装的目标、时间等全套绝密作战计划，这才意识到不是恶作剧。由此还诞生了经典表情包3连。好家伙，世界头号大国的战争决策啊，沟通用社交软件，全网拉人还拉进个记者，错就算了还不确认，高官直接激情开麦聊机密，还他妈用颜文字，这狗血程度堪比宋朝2胜面对金军包围开门跳大神啊！之后杰弗里主动退群，直到此时内阁群贤还没意识到不对劲，亲，这边建议不如用微信哦，至少还有陌生人提醒。更离谱的是，根据聊天记录，特朗普团队似乎真的认为轰炸胡塞就能彻底解决红海问题，诚如当年的美听宗轰炸北越一样自信，从思想到行动都幼稚到令人啧舌。3月17日，川普又整了个大火，宣布解密8万页肯尼迪遇刺文件。是的，你没有听错，原本我以为会像爱泼斯坦名单那样涂黑，但阿美用现实狠狠打了我的脸，公布的文件仅少数涂改。但是档案馆实际公布的远没有川普估计的8万页，而是6.3万页，且没有目录，没有分类，6万多页啊！你说的有干货吧？前半部分像肯尼迪起居住啊，
内容包括遇刺前做的事儿啊，批的文件呀，比我研究生论文还水呀。后半部分则是 FBI、CIA 的审讯记录、调查报告、证人证词、关键证据，如肯尼迪遗孀和弟弟的采访录音还在封存。你说的没干货吧？根据文件，美勒宗要嘎这事儿 ，CIA 提前2月知道，且凶手奥斯瓦尔德案发前被 CIA 严密监控，前3月苏联就知道，此人还曾前往苏联大使馆申请签证被拒。估计唯一不知道的呀，就是四处敞篷车溜达的勒宗。至于他是如何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刺杀总统的，别问啊，问就是不知道。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啊，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还有呢，多米尼加狠人特鲁西略。南越的吴廷艳证实也是 CIA 策划暗杀。1961年，白宫顾问曾以 CIA 拥有军队不受制约，甚至各驻外使馆中 CIA 间谍超过美国外交官为由，向肯尼迪提议解散 CIA 行动部门，使命召唤撑不起我呀。而声称 CIA 策划刺杀的情报人员数月后头部中弹自杀。但是啊，总结下来呢，没有任何推翻原判的关键线索，刺杀总统还是官方指定凶手所为，系子弹自发击中，结果经得起考验，没有阴谋论，没有其他机构。这种感觉呢，就好比朋友分享了100G 老司机资源，我挨个下完打开一看，全他妈是驾考宝典。小蹄子呀，当年奥斯瓦尔德拒不认罪，2天后在警方转运途中被夜总会老板卢比击毙，而卢比则在4年后患肺癌死于狱中，临终前说自己是被下毒导致患病。更离奇的是，从1963年到1984年，103名相关证人因各种原因去世，包括自杀、车祸、被拧断脖子。 Certainly not. We just don't publish it. What's the difference? Oh, just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Suppression is the instrument of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s. We don't do that sort of thing in a free country. We simply take a democratic decision not to publish it. 虽然啊，开源节流稍显不足，文件公布颇有黑幕。好在特朗普3大征的重中之重，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正如火如荼。至于成果嘛，继白宫痛批小泽后，3月11日，美国与乌克兰在沙特会谈，乌克兰宣布准备好接受提议，临时停火30天。可能有人要问了，俄罗斯呢？因为这俩谈得正欢的时候啊，隔壁俄罗斯的800斯拉夫超人已经从直径不足1.5米的废弃天然气管道爬行15公里，待命整整4天后，突然从后方对乌军发起突袭，一举打破库尔斯克战线数月的僵局。怎么说呢？川普，你不会真通俄吧？然后川普又向俄罗斯呼吁停火，并派特使奔赴莫斯科会谈。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儿。川普在真相社交上替被围乌军向普京求情，这场可怕的血腥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此刻数千乌军正被俄罗斯军队包围，处境非常糟糕。我强烈要求普京放他们一马。随即遭到乌克兰否认，我们哪有被包围啊？这谣言啊！18号，老特和老普包了一轮电话粥，结果嘛，老美说要30天无条件停火，大俄只认30天暂停攻击能源基建。行，30天就30天，不对，必须监督，不准乌克兰趁机动员部队重新武装。特朗普又呼吁保全被围乌军士兵的生命，普京表示：“投降吧，投了就有人道待遇啊！你先停火，不，你先暂停军援，你先。”最后双方经过坦率交流，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充分交换了意见，各自均持保留态度。翻译成人话就是：重要的达不成，达成的不重要。好消息是，人早就重新定义24小时了。3月6日，美国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在出席智库活动时开了个小玩笑。总统是说过24小时内结束战争，我们没说是哪一年哪一天呢？此处我有一联，上联左拿财源电锯，农政财税，人心无序；下联又举关税大棒，英法德加挨个算账。2025年1月，特朗普高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重返白宫，但至今2月有余，实际成果寥寥。对外自特朗普上任后，从绕开欧洲直接与俄罗斯谈判，到对欧盟大加关税，甚至公然宣称欧盟的存在就是为了搞砸美国，都显示欧美自2战后稳固了80年的联盟关系正出现了最大的裂痕。而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以训斥小学生的姿态抨击欧洲，更是给老欧洲上了一堂生动的民主课。自此，欧盟主要国家纷纷呼吁放弃幻想。
对内，特朗普的大开大合、朝令夕改，导致民调显示近60%民众对特朗普飘忽不定的经济政策感到担忧。由于大力裁撤教育经费，导致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出现了已录取的研究生被告知入学资格取消，而人工智能教父勒昆则建议欧洲赶紧下手抄底美国科学家。至于特朗普曾承诺降低鸡蛋价格，但如今席卷全美的蛋荒正愈演愈烈。3月，美国鸡蛋平均批发价达到8美元12个，突破历史新高，还出现租鸡下蛋。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连美国毒贩都在兼职走私鸡蛋，而川普除了口头拨款10亿美元抗击禽流感外，只剩下一股脑把锅甩给拜登。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秘书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由于总统过快削减预算，已经让国家安全和机密信息等关键岗位上的员工产生恐慌，导致工作无法完成。总领效率部的马斯克同样坎坷，旗下的特斯拉车辆和充电桩正被美国乃至欧洲全面抵制，甚至是打、砸、烧。自出任效率部部长以来，特斯拉股价已经连跌7周，从高点暴跌超45%。诚然，特朗普是一位出色的商人，但将管理企业的逻辑复制到治国，不论成本，招致的反对就已经史无前例了。更严重的是，无论是重拳出击的撤换美军高官，还是对政府基层清洗，亦或是国会痛批民主党撤销前总统拜登子女的特勤局保护，也让人不免怀疑，到底是为了美国复兴呢，还是美国党争呢？2017年宣誓就职时，特朗普还能说出弥合分歧，不管什么肤色、什么阶级，都向同一面旗帜敬礼，这种呼吁两党团结的话。而到了2025年的国会演讲时，两党的撕裂已经演变为中间不可逾越的3八线。